活动从新北议会出发，那车扫也有蛮多都在新北的地区到20号嘛，那这是否也和您表态选新北市长有关？我相信当然823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核三研议的公投，我们希望鼓励更多的公民朋友一起来决定台湾能源发展的未来，台湾能源重要的政策，那没有必要跟2026年的选举过度的连结。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公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清煌。吴哥好，大家好。好，那不管国际的地域政治怎么样，那对我们来说最关心的，当然你会关心的，你也会关心到国内的政治情势整个的发展。今天算起来的话，大概是823前面应该是最后一个周末跟周日。那不管说是那7席的罢免，或是823的公投，而这个公投呢，当然你说在正反方之间5席之间的对垒，大家最看重的那一席，当然就是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那对到反核少女那一段。当黄国昌自己论证的过程的时候，有很多人当然会把它摆成是那2017、2018的黄国昌跟现在的黄国昌之间，但是你要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某种程度来看，今天从昨天开始一路上蓝白的主席全部合体，而这个合体的诉求，当他们喊出来，目标就是2028要让赖清德下来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一路往下主轴是这样？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主旋律是谁呢？来，创下问一个数学题，理工男，10跟30哪个大？10大。你不是理工男吗？10为什么会比较大？因为你没有讲后面的单位。好吧，对，理工男就个理性，30一定比10大，一般人都是这样想。对。创下为什么会说个10比30大？单位，对不对？对，单位，对不对？是不是？对。因为我刚刚讲，到底蓝白之间主旋律谁在抓？基本上呢，昨天呢这个画面出来了，我就觉得好可惜没看到历史重演。哪一个历史？黄国昌应该抓着朱立伦的手，高喊3次“朱主席万岁，朱主席万岁，朱主席万岁”。因为当年毛泽东就喊了3次，然后最后把国民党给吃掉了。所以现在我就讲，你就知道现在谁在主导？民众党在主导嘛。民众党昨天你们也讲说什么是毛泽东路线嘛，对不对？反赖统一战线。可是你要知道，从西安事变到真正抗日，一直到抗日结束，喊抗日最凶的是谁？是毛泽东。然后其他的安内攘外呀，要慢慢的什么的，那个是国民党。毛泽东喊最凶。现在反赖喊最凶的是谁？是黄国昌。动作最多的是谁？是黄国昌。然后要开始去部署什么那个华北青年，通通要把他招揽进来的，对不对？也是黄国昌。所以你看这些呢，连提个案子，那个等一下后面会讲到细的，那叫诛心。说什么要通过那个救灾条例，要避免他其实暗示黄伟哲滥用，他有证据吗？没有。但是他就先抓了这个议题，所以他到现在所以的从726之后823的公投，他抢了主导权。不管结果怎样。他变成是主导，跟民进党在主导的新北市长，他抢了主导权。后面的是不是其他的蓝白合，他抢了主导权？所以国民党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去讨论要不要蓝白合，因为已经被指挥刀现在在黄国昌手里。那国民党呢，谁来接棒，还是朱立伦要不要交棒，还搞不清楚呢。国民党现在呢，就跟当年的蒋介石国民党一样。军阀各自为政，所以国民党是摊在那边的，所以现在黄国昌就全入带去。但是呢，黄国昌我们要仔细再看，他在找这么多的时候，其实就跟当时一样，喊最多的是共产党，死最多的是国民党，所以现在反赖喊最凶，一定是民众党。但是到最后去前面厮杀的或被牺牲的。会被当成是那个炮灰去送上去的，还是国民党？那国民党有没有办法处理这事情？没有，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强而有力的领导。所以黄国昌现在接下来你就会看到整个动作就是1分就克，2分反赖，7分重大，非常有毛泽东的一个精神。OK， 那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但清华，你看黄国昌一路上不管从726一直到现在，甚或再往前，刚才如果照创下讲，现在显然蓝白阵营的主轴就是黄国昌在拉，而那个主轴一拉48、58、68，因为蓝白阵营讲加起来是68嘛，但黄国昌也付出了一个，就是过程当中。
其实从青鸟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有很多人在质疑黄国昌的过程，一直不是昨日的你跟今日的你，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这次的所谓的反核永和之间的辩论，也被大家拿出来这些，但对黄国昌来讲，这对他说加分还减分？对黄国昌来讲呢，你说加分还是减分？我这样说了，就是在不同的族群里面看到的加分跟减分是不一样的。对于黄国昌来讲，他现在做的表现都是为了要给蓝营的选民看的，所以他认为他的动作至少在刷声量这件事情是加分的。可是呢，当然在过去以及过去黄国昌待过的，不管时代力量也好，或是跟这个民进党亲近也好，在这些支持者的族群里面，他对他看到来讲，当然是减分的嘛。因为对他们来讲，看到黄国昌的过程，他就会觉得黄国昌你是不是浊世而今非嘛？就是同样是2018年的时候，你的主张跟7年之后2025年的主张怎么会完全不一样嘛？这些是黄国昌已经不要的市场。对，他现在主轴在这嘛。这不是他市场要不到问题，是他要让他是要让这些事情，不管你讨厌他还是你要喜欢他，你都要拿出来面对他被拿出来讨论的状况。这是黄国昌要。邱可不可以问一下，如果照你这样讲，意思是说，不管是民进党的支持者或者讲青鸟那些，当你因为浊世今非还浊非今是，你去骂黄国昌的时候，对黄国昌来讲，那也是另外一种加分，就是对蓝营跟白营来讲的话，你看我为你们大家挡了多少子弹，都是我在前面冲。对，就是。面对蓝营来讲，就是黄国昌对蓝营来讲的话，就等于说我把你们过去想要的诉求我讲出来了，这是一件事情。那对黄国昌来讲呢，你们在讨论我，不管你讨厌我、喜欢我，但就是一个声量，是有声量好过于你都不去讨论我，让我默默的去消失掉。所以我们要讲这分2个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所以对黄国昌来讲，在声量上面，他不想让自己在声量舞台上面消失掉。而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呢？因为有2个观察的时间点。第一个观察时间点是823的时候，因为对国民党来讲，最需要黄国昌的时候呢。迫切眼下当前立刻需要的就是726跟8232个时间点，所以在823的罢免这个时候呢，黄国昌能够在这个时间点吃定国民党，这时间没人敢讲他坏话，没人敢跟他翻脸，所以呢，只要他要求你蒋万安要跟他见面，他要求你卢秀燕要跟他见面，你就是要跟他见面，因为在823之前。他提出来的要求你都不能拒绝，因为有个蓝白合的大局，希望罢免这一局可以过关，有个大的框架在那个地方，所以你都要听他的话，要买单。黄国昌当然要利用823这个时间点，让自己的声量，让自己的这个时间声势极大化嘛，这是第一个时间点。第2个时间点呢，就是柯文哲有没有可能会出来的时候，因为当柯文哲如果有机会出来的话，柯文哲跟黄国昌。对民众党来讲，等于是2个太阳嘛。但这2个太阳很明显的，请问小草的本比较大，还是冲粉的本比较大？这个其实看得大家都看得出来，柯文哲原来的盘是比这个黄国昌的冲粉的盘来得大的，所以等于柯文哲出来了之后，他的声量如果大过于黄国昌的话，对黄国昌来讲，他当然要赶快让自己的讨论度上到一个新的位阶。所以黄国昌出球去打新北市长这张牌的原因，是因为他要拉高整个的格局，让你柯文哲。即便你出来了，你也要面对我黄国昌把这张牌拉高之后的结果，所以这是第一个在政治上要告诉大家讲清楚的。但是第2个部分，其实就回归到我们讲说这个一般不管是对于这个偏绿的民众，或者是对中间选民来讲，看的还是事实的。因为一个人的政治主张你2018年跟2025年7年前、7年后不一样跟这个月亮初1、15不一样，出现这种状况，大家都会质疑你的主张变化到底在哪里？五哥，这是一个很。这个我们讲说是非常血淋淋的一段的叙述啦，因为你去检视黄国昌2018年，他为了同样是讲这个核电的公投的案子，跟今年2025年又讲到核三研议的案子，同样一段话都是黄国昌在说我把2边的画面剪下来给大家看2边的黄国昌讲的话还真的都不一样。比如说，你看在这一章里面。这个用黄色字体的部分呢，是2018年的黄国昌面对同样是核电的时候呢，他所讲的话。然后蓝色字体的部分是黄国昌在今年2025年的时候所讲的话。所以你看，同样是核废料黄国昌在2018年的时候说，没有人希望把核废料放在自己家里，也没人希望把核废料放在自己的左邻右舍。结果今年黄国昌所讲的话是。民进党政府最恶劣的就是拿用过的核燃料棒放谁家来恐吓人民，我要请大家放心。这同样都是黄国昌讲的话这个他说拿核废料去放谁家这件事情是民进党政府最恶劣的地方。但2018年你黄国昌自己也讲核废料你也讲说这核废料放在谁的家里，没有人希望放在左邻右舍，这也是你讲出来的话所以同一个黄国昌7年前、7年后讲的话不一样。然后再来
现在黄国昌在告诉大家，核三这件事情是可以放心的，对不对？核三这件事情呢，你知道有2段哈，这个2018年哈，你可以当做黄国昌在呛核三厂的一个经典哦。第一个是这个黄国昌在2018年的时候说，2013的时候，我们的马总统跟江宜樺院长曾经到恒春的核三厂，但是等到他们离开的时候，核三厂的安全系统备用电源竟然已经坏了84天。这是黄国昌讲的话哦，他质疑核三厂的安全性是有问题的哦。然后再来，黄国昌当时还投另外一段，他说，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发生了所谓3A 级的问题啦，核三厂外部电力丧失冷却池无法运作，场内全黑2小时，差点炉心熔毁，是我国最严重的核子事故。这是黄国昌在对核三厂讲的话，他下了一个结论。他下的结论叫做：我没有办法负责任的告诉我的下一代，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能源路径的选择。但是武哥同样是在今年的这个公投的他今年要支持核三研议的时候呢，黄国昌也提到了下一代，他讲的是说，我当然要负责任的告诉我的下一代正确的能源方向的选择，跟他当初讲的话是完全相反的2句话。所以请问， 7年前的黄国昌跟7年后的黄国昌，为什么同样是面对下一代，你的主张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让你会有这种主张上的不一样？然后再来，你看这个在今年哦，黄国昌一样又是提到这个核废料、核燃料棒的问题。他说这个他可以请大家放心，用过的核燃料棒绝对不会放在你家里。 这个在今年哦，黄国昌一样又是提到这个核废料、核燃料棒的问题。他说，这个他可以请大家放心，用过的核燃料棒绝对不会放在你家里，在最终处置之前，它可以安全的放在核电厂里面，干式储存的存放年限至少有40年。这是黄国昌今年讲的话哦。但7年前黄国昌怎么说的？7年前黄国昌是这样讲的。 他说，在这么多科技先进的国家当中，核废料的处理都是一个非常痛苦、难以解决的事情啊。如果有这么简单的话，我们永和的朋友们最终处置计划还提不出来的。然后说，全世界啊，面对核废料的处理，只有芬兰这个国家找到适合的方式。这个是7年前黄国昌讲的话。所以7年前同样面对核废料，黄国昌讲的话跟7年后他所讲的话就是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黄国昌在政治论述上面的时候，好，我们说。 不要考验大家的智商了，他显然的就是放弃了他7年前的那个论述了，他全面的用现在他自己接受这套论述，所以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论点哦，这个论点也被大家很多人拿出来嘲笑了一番，就是他说这个台湾只要往下挖3到5公里，挖了一个玉山大小的空间，我们核废料就有地方可以埋了嘛。但问题是你如果认真的去看。 这个理论是1957年提出来的，1957年到现在已经将近70年过去了。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该实验的实验了，然后该试做的试做了，你有看到大型的商转跟大型正在运作的方案浮出来吗？没有看到呢。所以这不是黄国昌新的见解呢，这不是黄国昌过去7年里面新跑出来的事情呢，而是这是1957年提出来到现在，有很多国家都付诸在实现的过程呢。那你就要问一件事了，最后一个简单的结论哦。 请问黄国昌所提的支持他7年前、7年后，好，我们讲说时空背景不一样所做出来的选择变化，如果像黄国昌讲的，真的是因为有新技术的发现的话，那我请问，一个没有大规模的商转，一个没有正式的营运的方式，请问行政院能够编列预算去把它做成一项工程，去予以付诸实行吗？这是恐怕用大家尝试都是知道不可能的嘛。那既然 这一件事尝试，黄国昌不可能不知道。但黄国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运作？很显然的，对黄国昌来讲，回到我们刚刚第一个命题，他在政治上有一个让他急迫的要透过核能这个题目拉高他的声量，以及拉高他的政治价值，让他在823这个时间点，以及跟柯文哲有没有可能出来这个时间点，2个时间点都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必要的，在这时间点要赶快达标，把自己拉上去的状况。所以之后的政治形势怎么变化是另外一件事，但至少 在时间点来之前，他要把自己的声量、把自己的声势、把他的4个政治上的价值，把它用力的做一个大幅提升的状况。OK， 那接下来就要问那个明明占比较多的30的，来小平，对你们来说现在怎么看待这个状况？来，我们来看一下，黄昌跟朱立伦这几天合体嘛，对不对？为了核三研议的事，
黄国昌现在又直接喊出来跟你说，现在最重要的目标是2028让赖清德下台，民众党将本着最大诚意跟善意来跟最大在野党合作。他已经告诉你了，未来定调就是这个样，所以我要跟你说，我用了最大的诚意跟善意。所以当我说要新北，当我说要来做，然后呢，国民党的回应呢也最多也者，国民党推一个出来跟黄昌的蓝白合，我们也可以来谈嘛，比民调，你们最多也只能说到这样，你们不能说不要，因为看蓝白合主轴就是这个样。然后到了许淑华，直接跟你讲，黄国昌对国民党声援的同时，征服哦，你有没有被征服？我没有哦，你没有好，也征服国民党支持者的心。民众党是国民党的鲶鱼，然后民众党制造的鲶鱼效应很有战斗力，国民党要学习。对你们来说，如果当创下讲10比30大的时候，那你们要怎么面对？当黄章直接讲，我都用了这么大的诚意跟善意了，你们只要有些回应吧。是30比10啊，其实单位都一样，都叫政党啊。然后30绝对比10大哈。好，那我讲黄国昌哈，其实比重不一样，一定常对，其实还一个是铜，一个是金的。我觉得他一定常看那个 Discovery 黄国昌曝光度高不高？当然高啊，看比总统还高。黄国昌民调高不高？不高。那有什么的？有什么样我们可爱的这个吉祥物动物哈，是吃了很多食物，但营养量很低，叫熊猫、竹子是不是哈？好，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许淑华哈，黄国昌灵机一动，现在不要当熊猫了，我要当北美棕熊。为什么？你看许淑华讲的话，许淑华被他征服了嘛，对不对？好，也是很多这个蓝粉被他征服了。那是因为他有2个宝贝啊，这个马文君跟尤浩，所以今天这个鲑鱼回流到溪流去产卵，从大海回来的时候，北美棕熊是不是要吃到饱？它冬眠啊，它要胖三分之一的体重，因为会冬眠会瘦3分体重，所以它最好日子就是到823，你知道吗？823之后嘞，之后就是竞合开始哦。这是第一句话。所以觉得你们是在忍吗？忍到823？我觉得有一点是好，忍到823。许淑华不能有他的子弟兵有任何风险嘛？而且许淑华前一阵子不是一开始要讲那个823公投跟那个，他不是上报他就讲说2张不同意，对不对？结果当小草一出征，他就讲说没有，当然呢大家都因为小草说要不然2张同意也可以啊，他就惊觉了嘛。这个他怕那种混淆嘛，但会影响到核3的同意票嘛，他就改嘛。那请问这个过程就这2个他多疼嘛？这两个立委嘛，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是跟主席是谁是挂钩的？蓝白合的绵密的程度，朱立伦呢，当然是蓝白合推到极致，你侬我侬的。好，那接下来主席你们觉得谁会做？接下来我觉得朱立伦他是不如归去，他觉得他那么辛苦还被攻击什么的。对啊，好，726打了这一仗，你们大家功劳不给他？对，朱立伦就会说这个有功无赏，打破要赔嘛。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个黑马郝龙斌要冒出来？就是要叫做集结这些不管地方派系啊、非猪系统、太守战斗蓝啊、王金平啊，或者这些会不会？王金平支持卢秀燕，没有说要支持。卢秀燕如果要选，卢秀燕要选就没有，就卢秀燕，就张亚中会选。卢秀燕要选的话，郝龙斌也不会选，朱立伦也不会选。那卢秀燕不选呢？那个时候不是讲说那个李乾隆就说，那也安内啊。其实那个时候啊，这个最早的时候，其实卢有跟王金平讲，王金平最早知道，王金平跟这些派系讲，跟 CK 杨讲，跟这些议长讲，他们只是选择不相信嘛，对不对？选择不相信。你的意思是说，党主席是谁，跟蓝白合也会有影响？当然啦，对不对？是这样子。党主席两个地方对于就有一点点又不会太点。第一个，我们变很强，就是我们主席很强，那总统很强，那就没有那么密。那第二个就是每个人观念不一样，他最厉害在哪里？像谁喜欢黄国昌？我跟你讲，谁喜欢柯文哲啊？就是我们这个朱立伦的这样的政策，跟少壮派这些比较年轻的立委，跟他们那老派又不太一样。你去问李乾隆，会喜欢成那样就不会嘛？再拉回来，那就来比民调。我看这2个不管主席的政策是很黏，像朱立伦那样，还是这个有一点黏但不太黏的主席的话。
我跟你讲，只有一个方法，就比民调。然后，现在的小草跟以前不一样哦，以前阿北强嘛，现在少一半嘛，这个党相对好谈。第二个，小草现在是绝不投民进党，现在只差一个国民党担心的地方。对，小平，你如果要一路这样讲的话，可是如果你们是忍到823，或是你觉得过程，也许大家以后竞合的开始就不像现在这个样。但对黄昌来讲的话，我好歹手上握了100万大军啊。如果你们真的大家要这样选，我有2个选择。当然，第一个，立法院大家要怎么合作？因为蓝营靠着白营从去年一路摧枯拉朽，在立法院走到这样。第二个，如果真的要这样讲，大家真的没得谈的话，那2026的时候要怎么合作呢？为什么黄商把自己刚才清华他们都讲堆到现在这个地方，你必须要正视我的存在啊。可是白也有风险哦，我们就比民调这个机制很公正，对不对？哈，然后好，我这样讲，黄国昌如果民调赢的话，他去选。会不会赢是一件事，国民党的人还是大嘛？你们去看看黄国昌的这个对比市民票是苏巧慧的嘛？然后这个李四川是大赢嘛？就是我就算让你选，你会一定选得赢吗？这是第一句话哦。选女士要赢是目的是要打败苏巧慧，对不对？新北嘛哈。第二个是什么？他的选民如果黄国昌比民调输了还耍赖，拖垮了国民党啊，这个党会不会灭顶啊？不，这个党是在搞。是不是绿的侧翼啊？也是要讲清楚啊！结果论，对呀。小平，你越讲，我越担心你在未来。不是，我讲道理。因为他是多席次的都会政党，年轻人的政党。我听起来很像那个历史故事，你知道吗？哪一个？顾祝同他们整个跟老蒋讲说，这个新四军是有问题的，他们这样搞法，哎，新四军也成不了事的啦，打完南昌会战就没了啦，最后你们就被吃掉了。单一席是谁赢？举例说，这个我们祝高虹安的官司顺利嘛？高虹安如果能选下一次都顺利的话，我们就不该推人呐。我就是因为别人大嘛。我没有一个人民调会赢高虹安嘛，就好像基本没有一个人民调会赢李四川，大家要讲道理。我比较关心是你不会变成蓝白合季旗的那个吧？不会吧？今天我们是30%的政党，我是国民党的党员公职，然后一个小党可以干涉国民党的内政，然后祭旗，然后出草干掉谁？不，大家在你节目讲道理，但拉回来，我是有诚意蓝白合。OK。重点是什么？多席次好啊！你蓝白合未来的主委现在暂代叫做戴锡清嘛，他4席是4席，我们让他多席次都能够成立党团壮大，这个心胸很开阔，而不是赶尽杀绝。台北市我们的议员都提得满满的，搞到玉石俱焚，那个颜若芳他们就得利了嘛。大家都吃一窝饭，不能过度提名，对不对？好，中正万华提3个还提4个，我们面对现实。然后你们本来4个嘛，现在小薇还在里面嘛，要不提第4席嘛？松山信可以考虑，我觉得 OK 好，就是帮助吴育轩，就不是帮吴育轩，是白的席次，提名谁多尊重。松山信这个要提5个还提6个啊？不，大家这个考量嘛，这个已经落到2026之间，到底蓝白之间，在未来，当然这还有很多一些的考验。但如果真的讲，不管从以前的柯文哲到现在对的黄国昌。大概很多反感形态的一些人会出在民进党的支持者，胜过青鸟。若芳对你们来讲啊，从当初的柯文哲一直到黄国昌，因为都曾经合作过，那好了，有些人讲说就这样交往一样，都曾经相爱过，然后现在翻脸以后，大家才发现原来你不是我当初爱的那个人，所以是因为这个样吗？因为很多绿营的支持者，像刚才青黄讲，会把当时大家在同一阵线的时候讲的所有的话、做的所有的事拿出来呢。去年青鸟。写的最多的也是这些啊，就是当时的时候讲的跟做的，跟现在讲的做的，对你们来说，你们觉得现在黄国昌跟国民党之间走的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应该先讲了这个民众党到底能不能干涉国民党？我觉得他不会干涉，但他可以左右国民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先讲了这个民众党到底能不能干涉国民党？我觉得他不会干涉，但他可以左右国民党很多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这叫文字不，他已经到左右了，左右跟干涉不一样，而且左右是我在决定的，更严重。他很多的议题，他是牵着国民党一起走啊。因为你看他主导性上面是很强的，那你看他国民党是跟着黄国昌去很多的议题啊，包含他需不需要，包含在立法院他需不需要。
民众党的一些支持，或者是说卢秀燕在这一次的反罢免中，你去看很多的立委被罢免的立委。不抱着朱立伦哭，但是是抱着黄国昌哭。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哪一边可能会有票？它是吸引那一些的票，当然就是第一个声量嘛，第二个他们一定是要选票嘛。那再来之前，我们就说，当时不管是柯文哲，亦或是说黄国昌，当时大家确实在同样的理念上是一致的。不管是反红媒，不管是反核，其实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反威权很多的当时的路线理念价值是一样，所以我们走在一起。那你说他们后面为什么变成变成这样？那当然自己的支持者有时候就会讲说，你看你应景就是安呢。我们讲说，但当时没有人知道柯文哲以前是什么样子，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那就要去讲到说，那他们现在转变是政治的考量吗？声量的考量吗？或者他们自己政党考量？其实。都有，因为柯文哲他那时候不是讲说他当了市长，他其实在第一届的时候他就说啊，坐这个位置不能去想下一个，因为他声量够高，他的话语权也够强。但是他在第二届的时候，他发现其实如果他要选未来的总统的时候，那势必民进党会让他吗？不可能，因为在这一局上面，国家的领导人是不可能会去有礼让这件事情的。那如果当他不礼让，但是他觉得他自己声量要高的时候，那他是不是要跳出来？那跳出来，他要有他自己的一格，他要有自己的政党，他要有自己的路线。那后面慢慢的，他要有自己的票源，他就分开了嘛。那分开只是后面的这些言论啊，那你是要靠近国民党，或者是可能有些人讲说，现在的民众党的一些言论上面、支持上面，可能跟什么红统很强，有点接近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那他们政党自己的选择，那只是我觉得黄国昌的这样子的一个，或包含所有的政治人物，你在做所有的事情或讲所有的话，大家一定会拿出来检视。因为为什么要检视？因为他要知道说你这个人值不值得信赖，是不是信任？因为要不然就是你昨天讲的话，你承诺于所有的选民说啊，我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但是你隔天就翻脸了，那这对于选民来讲是完全没有保障的所以大家才会说啊，这些事情，这些都是黄国昌2018年所讲的一些话。那人家都说他到底怎么了？我觉得这也不是，我都我看到这些话就是说啊，这个打脸之前的黄国昌，我只想到一个画面，就是那时候的傅昆萁摸了一下黄国昌的头，原来记忆被植入了，就这样，原来摸了一下，记忆被植入了，因为这些内容其实他现在在当这个拥核的正方，这些内容的论述，其实就是国民党当时一直要拥核，希望能够重启核四、重启核电相关的一些论述上面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你说我们要去检视，或者是我觉得选民在看一个人为什么要拿出来，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人的中心理念思想他不是一致的，他对于很多核心理念价值，他会随着时间，甚至随着声量，随着他自己的政治利益、政党的政治利益。它是会改变的，所以大家会说会混乱吗？我觉得现在的选民应该对黄国昌不会混乱，因为他已经不止一次打脸自己了，所以大家只是看得更清楚，就是黄国昌你的背后的一些政治目的，为了政治声量，为了你自己或为了民众党，我觉得看得更清楚啦。来请教沈厚两兄弟，来一夫，大家看了这么多政坛，包括政治人物在跟政党之间，包括政治人物自己的理念。那也不是说咱们三明拍谁，给他的金价拍谁这些，但是没有人说政党你不能换，没有人说你的理念不能改，只是那个过程理论上是要有一些清楚的一些轨迹的，或是让大家能够了解的。如果照刚才若芳跟来宾所讲的，黄国昌好，你说他跟谁之间的合作，或他以前的一些理念到现在的改变，可是你会发现选民，尤其是这一仗，对国民党的选民来讲，他们是买单的，他不会因为你的改变。我会不喜欢，因为有些人对于政治人物的理念，或是你抛弃以前的理念，他会很反感或什么。但最起码你看国民党，是因为所有的共同目标摆在那吗？那个目标就是叫赖清德吗？是因为这个样子吗？所以一路走来，包括国民党支持者，除了小平刚讲的有一些老将，或是有一些什么比较资深看得多的，他们会不喜欢这些。但是对国民党现在来说，你要问他喜欢哪几个政治人物，你现在对国民党支持者去选，黄国昌一定是排前面啊。为什么？因为他之前努力的让成为国民党不讨厌的样子，罢免案成为国民党喜欢的样子，接下来就是要跟国民党分食，让他们知道，要谈礼让的问题。而你说，其实黄国昌怎么变，对
国民党的支持者不重要，是你是跟我们走在同一条理想反绿就可以了。你以前是什么样无所谓。相信他消灭国民党的决心，到现在你问国民党没关系啦，他不会消灭我们的啦，他现在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嘛。所以问题是站在一起对抗赖清德才是国民党支持者的想法。所以变来变去真的不重要。那变来变去影响最大的其实是中间选民嘛。你说黄国昌的小草啦，支持柯文哲的，他会去说黄国昌我不支持你，在选举的时候我不支持民众党吗？不会。所以看的是中间选民嘛。那中间选民会对黄国昌有什么想法的问题嘛？那中间选民对黄国昌变来变去，应该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嘛。你刚才讲那个，不管讲核电的问题啊，什么核废料的问题嘛，对不对？那其实2018年，他不是你说的都是2018年的时候，那你只有正方代表嘛。那你去看2018年时代力量提案黄国昌摆在里面的那个放射性和那个废弃物管制办法里面提的案子是什么？对，生成地质处理有没有出现过？高阶放射物最终处理应以生成地质处置，有没有写过？生成地质处置不是现在的技术，就我刚才讲的1957了。好，那你为什么2018年我这个非核家园的价值不变？当时就有这个技术了，不是现在才有的。那你就承认嘛，当时我无知不知道这个技术嘛，是2025年我去研究以后，我突然发现有这个技术嘛，要这样承认，你干嘛？不然那时候技术就存在了，不是现在的技术啊，他可能被托梦了。他不是现在的技术，连你们自己的提案里面自己都有，2018年的提案你自己都有写到生成地质处置了嘛，而且你们还是说仿德国立法哦，德国2013年、2014年就在科隆就在开生成地质处置的关键研讨会，我们的核子能那个委员会都去出席的。你说你最近读这么多文献，我说你再去看102年台电的新闻稿，它上面写国际上技术成熟，里面就有提到生成地质处置。102年台电的新闻稿。我跟你说，奇怪，这个技术不是最新的。你2018年为什么你非核家园理念不变？这个技术在2025年，这个技术还在，然后非核家园变了。你对外解释嘛，提案的时候，不要忘记哦，放射性废弃物管理条例提案时代力量下一个人名叫做黄国昌，而立法院公开都可以查得到，这资讯跑不掉了，它是一个很清楚的东西嘛。那黄国昌变来变去，其实对蓝营也没差，对民众党也没差嘛。他有什么差别？因为这两边的票不会跑嘛。然后我就说他先从发展成国民党不讨厌的样子，所以在国会跟国民党合作，一路先让你不讨厌，我们是合作对象。罢免的时候我极力帮忙。虽然帮了多少忙，国民党自己也打问号，因为猜不出来嘛。但是活成了国民党支持者喜欢的样子。否则他今天有本事跟你挑战说我要跟你合作新北吗？绝对没这个能力嘛。所以你说那个许淑华说的话很意外吗？不意外啊。你记不记得国民党那时候，那个江启臣办了一次论坛，请了柯文哲去。那之前大家在讨论什么？讨论到国民党都不敢骂柯文哲，因为柯文哲变成反绿的象征型人物。国民党对他的态度是容忍、退缩、妥协。当时对柯文哲就这样啊。那你看现在对黄国昌，那还有一份就退缩、妥协之外，还有我欠了一堆人情。还有一个人情。那黄国昌这时候一定跟你讲人情的事嘛，他跟你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只是他背后没有跟你说，欠的人情
要不要亲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人情欠久了，大家都会忘记的。趁现在大家还记得的时候，赶快喊一喊。不然你在隔了1年，其实大罢免的事大家都忘光了。现在喊是国民党里面看到你726，还有未来一个823。然后最简单的嘛，你看吧。黄国昌跟朱立伦在高雄同台，请问你场地在哪里？高雄市党部啊，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啊，那就告诉你谁办的啊。高雄市党部主委是谁？柯志恩啊。柯志恩是谁的人马？在党内他是归朱的人马。然后把黄国昌也约来，不就明告诉你了吗？你说柯志恩借这一场搞蓝白合。那请问你柯志恩2026要干嘛？你说柯志恩借这一场搞蓝白合，那请问你柯志恩2026要干嘛？他不是选市长吗？选市长吗？所以你看得出来那个场合不是黄国昌跟朱立伦合在谈核四公投，他背后里面还有一个柯志恩要选高雄市长，在这个场合告诉你蓝白是合作的嘛。那你看一直这样走下去，你们怎么面对黄国昌？好，如果要是上空，你今天讲一直这样走下去，因为东豪他一定会一直这样走下去啊，最起码到2026啊。蓝营有多少人坐在小平这个位置上，都跟你讲说蓝白合就是这样的趋势了。是一路上，因为对他们来说，从最近的这几个经验就看得出来，这就是一个胜利方程式嘛。只是这个胜利方程式一路往下走，对于蓝白那些战将呢，譬如说，当黄国昌喊了新北，川博士大概第一次回应到黄国昌吧。也就是说，当你认真要回应我的时候，我就是你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那接下来呢？以后每一个都是这样吗？对民众党来讲，既然你们都没有办法忽视这些，那就刚刚讲嘛，10比30就是大，大家来嘛，要不我就有这个位置，要不然大家来换嘛。所以媒体才会有什么退1进4啊，什么全部都出来了这些啊。因为这个蓝白合的趋势，这个已经确立了。所以这个时候对国民党来讲，你只要做这个违背那个蓝白合趋势的时候，他不是被黄国昌挑战，他会被自己的支持者先骂。那问题是国民党现在党主席又一直不确定，所以对国民党其实这段时间他很难回应黄国昌，他拖到9月5号，到底先确定到底谁登记党主席，是个党主席要面对的。那到底谁是党主席，还是朱立伦嘛？可能性不低。可是他一直喊他不要了不是？你看。卢秀燕从澳洲回来当天，不是跑出来他不选吗？联合报的独家。好，那你看朱立伦怎么回应？9月5号以前要对外说明，为什么是9月5号？因为他是截止登记截止最后一天。为什么要他9月5号以前？对，你要早点说。对，万一你一直9月5号都不说，我也来不及登记怎么办？你不要拖过我的时间啊！对啊，他是9月5号是最终嘛，关门前的30秒。所以你从那个朱立伦的讲话，你就大概可以知道，我黄健庭什么都说过，卢秀燕如果要选的话，朱立伦可能不选。卢秀燕不选，卢秀燕要选的话，那卢秀燕不选，卢秀燕如果要选，国民党其他人都不会出来了，那么复杂，差不多。对啊，但是这出戏可以看，是因为卢秀燕现在传出来可能不选嘛，而且可能性很大。对，然后这就乱了，非常大，揣测空间太大了。对啊，所以你就必须要等啊。好了，第二个，在看那个黄国昌那个事情的时候，因为他丢新北嘛，台北市的几个国民党的立委都表态啊，都欢迎啊。新北的呢，大家都很安静，只有李乾隆这些才会跳出来呛一下。说李四川是最好的。对啊，因为国民党确实本来内部就是李四川最强嘛。对。那你要不要比民调？李四川的爆发力在民调这块，就李四川对比赢，会赢啊，会赢苏巧慧，其他人都输。李四川跟黄国昌比民调，就真的有那么有把握？有把握啊。这个我有点保留哈，因为比民调这个事情很难讲啊。但是你看到新北国民党人相对都比较安静啊。
尤其是到了4亿元更麻烦。挤压的是原来是新北的4亿元很挤国民党以外无党籍都是蒋更华议长的盟友这无党蓝军啊，对啊，所以那个让的席次。就小草当选一个，我们你们就掉一个，掉一个。你们家无党籍一定有人会掉一个，对，你们家无党籍一定有人会掉嘛。对，好，那会掉的人，他干嘛要支持这个黄国昌？虽然有一些内部矛盾，好，不管怎么讲，黄国昌会有损失吗？完全没有。那最主要还是一个没办法马上解答的问题了，就是黄国昌到底有多少影响力了？没有人知道嘛，没办法测嘛。但他有恐吓威胁能力就够了。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不能少要白的这一块嘛。但是有个机会啊，823的那个核三公投嘛，因为核三公投黄国昌发起啊。你看他可以拿到多少得票率嘛？至少，因为他是他挂名嘛，可以拿来看，而且全台湾所有的县市都全部投了，可以测看嘛。我们可以这样测，如果照东豪这样推论的话，第一个就是白银的支持度。大家大概民调都看得出来，对啊，所以如果那个投票结果除了白银的支持度以外，如果再往上叠加很多，那可能就是蓝营的人要不要出来，或是中间可以看得出来他能够溢出多少。我不会说他是叠加，都是我的。是，都你的，都你的。但是至少你有个机会嘛，他不是100%的准，但是他提供了一个参考机会，而是全台湾的嘛。因为喊得最凶的还是黄国昌嘛，对不对？国民党这次是核三的侧翼，好不好？所以第一个你要看黄国昌的影响力有多大，因为我们的公投是有门槛的，它最重要的一道门槛也就是25%嘛，你如果没有过20%，你就不成立，过了25%以后再来看同意不同意，那你要支持核三研议的，你一定要过25，那这个门槛不容易，那你要看黄国昌有多用力嘛，他不是我再讲一下那个核三的那个公投案的投票率哈。不能100%完全解释，但是可以拿来做参考。可以拿来做参考。那这样你才能有一个客观标准啊，去看到底黄国昌也好，或者台湾民众党也好，在蓝白里面他那个不可或缺的东西，你大概要怎么去推估？但是就政治而言来讲，2026到2028，国民党一定要让，只是让多少的问题，因为这个趋势已经确立了。你如果没有蓝白合的话，国民党的士气一定会受挫。因为主要的一线战将，尤其在县市长这块，基本上绝大多数应该还是国民党的，跟民进党对打嘛。但是如果你破坏了那个氛围，那个破坏氛围的人，战犯不会是黄国昌因为黄国昌现在很确立，只要柯文哲不出来。黄国昌就是反赖第一战将柯文哲出来那很难讲，好不好？柯文哲是个变数，柯文哲就是彗星，好不好？干嘛？不是柯文哲一定他会出来。他现在在那个法庭上，他就是抗赖的第一战将。没有，在法庭他都可以抗赖了。你觉得最近的那些确实会造成这个结果？在法庭里，在土城的能量跟在土城外面的能量那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好，但是这里面也要去看。它里面只能是精神领袖。对。但是到底谁能量比较大，那就是下一个问题。好，可是没有人可以否认，蓝白加起来跟民进党 PK。绝对比较好打，所以你不能当那个战犯，那你不能当战犯，民众党又要发展，黄国昌又要对内对外都要有交代，他拿到东西，他的地位才能拉起来嘛。可是现在看起来，如果东豪刚刚讲说，对柯文哲如果交保出来的话，那是不是会产生中间这样的一个变数？来，小平，这就回到，因为这几天会讨论这，是因为柯文哲案子最近开庭，然后包括传，譬如说邱佩玲啊，所有相关的一些证人，那也加上因为。柯前主席在庭上就前几天不是也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些反应，再来就是陈佩菊女士在庭上也有一些那退庭以后的相关的一些的反应，所有这些，所以从这里头来看，所以当阿贝好了，阿贝迟早要出来嘛，那个案子你再怎么往下审，时间再怎么样弄，那是早跟晚的一些的问题。因为他这次延押是延押2个月，算一算大概是到10月，是，那你不知道延押完以后下一段会是怎么样。可是，如果假设柯文哲真的出来以后，刚刚讲那个变数会变得很大吗？那阿培出来跟黄国昌之间，
难道他们的对象不都还是赖清德吗？就是大家都还是要对着赖清德，只是大家这时候看谁才是叫做真正第一把交椅，是这样吗？是。邱佩玲有2个关键，他整个案子哈，先讨论金华城跟政治现金案，跟这个政党公益款的三条案子嘛哈，我就和起来谈了。我觉得你告发了几条？这个先不要紧。啊，金华城一定有你。上公，你真的要把它拉到旗帜上记起哦。至少我告发了这个雨果市场跟那个现在没有在审，好不好？这样子对 ，OK。也有没有被侦办的？哎，对，有。雨果市场跟那个现在没有在审，好不好？这样子，OK。也有没有被侦办的？哎，对，有。好，2个关键人物，既然讲官司嘛，就讲重要的人嘛。当然，一个叫沈庆金，一个叫邱佩玲。先讲邱佩玲。邱佩玲真的是我的偶像。为什么？邱佩玲集一切的迷人的条件，漂亮，家世好，邱庄焕的女儿嘛。然后专业，新时代女性，然后很厉害啊。然后可她也很倒霉。为什么？他送那些钱有好处吗？没有没有啊。那可是不是惹了很多麻烦啊？就算倒霉嘛。好，然后呢，邱佩玲是很重要的人物。邱佩玲，请问是不是谢国樑的副市长？是。人家最早的时候蓝白河的烂商就从基隆开始，好不好？因为那时候也酝酿谢立功有没有要选？有啊，很想选的谢立功啊，不准选。挡下来，邱成远也想选，对，邱成远想去选，好，不管都摆平了，然后就变成邱佩玲，是枢纽的角色，最成功的蓝百合。好，当然邱佩玲她是民众党的党员，她支持民众党，民众党的副市长，好，她就做这个事，就是身份，我觉得她跟都交好嘛，金主啊，她也热心，她很热心这个人啊，那这个也认识很多有钱人，那可以信任她，这角色就出来了嘛，好，你们跑司法很近，这角色出来，好。那所以小草出征他，不要骂他了，他这么多条案子哈，现在一罪一罚，每一条都是那个伪证1年以上、7年以下，那是关不完。如果不讲实话，所以不要去骂邱佩玲的。第一个，我觉得邱佩玲不会担心的，因为柯文哲都帮他讲话。这第一个，这邱佩玲哈。第二个，沈庆金，现在阿北遇到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沈庆金1.8亿交保出来，身体不好的话，可是有一条哦。沈庆金被集体囚禁10几年了，那跟柯文哲等于金华城的共同正犯很重啊，10几年判下来还得了？好，这条他不认，他认一条叫什么小的罪，叫做不违背职务行贿罪。这个要讲，他不是认，他是申请交保的时候说，我就算他不是认哦，他是说我就算有罪，最多也是这样子，好，那不叫认罪。好，这条小小的嘛，对不对？哈。那请问是啦，跟其他比起来比较小。好，那请问你这个他这一条，那相对是不是不违背职务收贿？那7年嘛，7年以上嘛，哈。所以沈庆接下来阿北的命运跟小草的动向，跟沈庆金最后一审判完所有的交叉结论，他的供词是第一重要，沈庆金是第一重要。我讲沈庆金。我们希望阿北早点出来，但我们可以在你节目这个也是我举发的案子，研究就是贪污的人就该坐牢，对不对？没贪那他没贪污，冤枉他也不对，可是今天在判以前把他弄那么久，不对，我相信连民进党都受伤了，都蓝绿白都希望他赶快出来，这个共识，全民共识，做民大概90%希望他出来，现在做民调好，再拉回来，沈庆金的供词，沈庆金如果要阿北。然后整个形势是整个就不一样哦。那你知道那个白的强度会大幅下降哦，白的强度，因为白票会变少嘛。那不管是蓝白合或任何的选举，那是一个天大的波澜哦。我说沈庆金他的供词哈，然后那一审哦，我觉得应该这样说，政治现金案跟这个叫做侵占公益款案，那个是很铁板钉钉，就很危险的。然后是图利，这个金华城案还是沈庆金咬他，那叫做不违背职务收贿罪，这个才是整个案子里面最大的变数。可是现在看起来对阿北来说，因为在羁押的过程当中，来清华媒体双面报道，阿北在羁押的过程当中，显然他第一个他不要让大家觉得说在羁押的过程当中
感觉上我不是被羁押，我就是个废人的那种感觉。所以在里面，因为他从进去的时候就拿了很多书进去，对，大家现在开始在解读他拿了哪几本，他去读了哪几本，甚或还讲说他有没有给那个黄珊珊出一些作业啊？也就是说，他某种程度是要告诉你，我在那个里头不过当作是进修吧。当我再出来的时候，当我被交保出来的时候，那我不甚或我不只是当初的阿北而已，会这样吗？我这样讲哈，就是因为这几天啊，有一个媒体的独家报道的内容，里面谈到了柯文哲读书的内容，还有他批下的批注。那这个批注很有意思哦，重点是柯文哲这些书的内容以及他批注的内容里面，看起来都有他刻意想要让外界知道的事项。否则你去想一件简单的事情嘛，柯文哲读书的清单，一般人会拿到吗？一般人会关心吗？而柯文哲读书清单里面写的批注这些讯息，请问这些图片是怎么流露出来的？一般人不会知道的嘛。显然他是刻意要把这个消息给这个媒体的记者，让他放出去，然后让外界去自己去做解读嘛。所以我们很认真去解读它啊，去看它哦。它里面其实提到几个部分哦。简单的说，他谈了两岸。然后呢，他也谈了这个外汇，就是外汇这个部分，其实跟低薪是绑在一起的啦。第三个，他又谈到了跟台积电有关的事情，然后里面又谈到了一个人叫做珊珊，他讲的刚才是黄珊珊啦。所以呢，他里面所写的跟他所讲的，在这篇报道里面都有他要传达出来的意思。所以在两岸的部分呢，它里面提到这个关于这个吴嫣枭的战场啦，然后谈到说这本书的作者呢，看起来跟张荣丰是有关系的啦。那张荣丰的身份呢，当然就是在两岸的部分。过去我们的政府对他大有倚重嘛，而柯文哲在2014年的选战里面也有透过他帮忙啊，所以你看在这里面，他不是只有单纯的说把书页拍出来哦，他里面还告诉你谈到什么呢？谈到说这个关于召开这个危机处理的时候，召开记者会，向社会大众跟利害关系人说明危机状况了，然后说这里面什么预告就好了，要求有动作先开记者会，这个文字的部分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请问为什么要给人家看？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落到记者给大家看？这很显然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我还是有在关心国家啦，两岸我还是有在关心嘛，这是他透露出来的意思嘛。那只有这个吗？当然也不止嘛，因为你知道小草有很多柯文哲支持者，对于低薪这件事情，低薪高房价，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柯文哲的小草在他2023的时候，他的竞选的很多的诉求跟记者会是不是跟这个有关？所以他特别去把这个跟台币的汇率政策这一本把它 Q 出来，然后这一本政策里面，他特别划线的部分在划哪里呢？你注意看划线的部分跟他写的部分2块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划线，他画说新台币汇率汇价被长期压低的情况之下，产业升级不利与人才流失会成为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然后这一件事情如果你有看到一些支持柯文哲的 YouTuber 他们所发出来的影片，他们进一步把新台币汇率汇价被压低这件事情跟台湾的购买力，也就是台湾的这个实质所得偏低被连结在一起，就是跟低薪被连结在一起。所以他去提这一段不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呢，这一篇里面就偏偏这个民众党其他的人都没有点到名字，就点到这里，点到你看涂珊珊就点到黄珊珊，他也没有吐国昌现在党主席是黄国昌不去点主席，然后去点黄珊珊然后说这一篇可读所以你就觉得很有趣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呢，黄珊珊可以读，但他没有推荐黄国昌去读，你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现任党主席没叫他读呢，然后呢，导致找了黄珊珊去读嘞。那请问黄珊珊现在的角色呢？党职他没有，他请问他跟另外7位就除了黄国昌以外，他黄珊珊角色跟其他6位的这个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有什么不一样？其他几位呢？有的有党职，有的其他不一样的是，其他的有的有党职，有的可能还是现任就党团的干部但黄珊珊在这里面是没有角色的但他给的人是涂珊珊他没有涂黄国昌然后所以你看，它里面就说涂他这一篇可读，然后里面再下了一段他自己所写的注解啦，然后讲说这个什么什么东西是主张是 OK 的。好，这一个部分是他在谈外汇的部分。然后呢，第3个就是他谈台积电的部分，台积电他也没有要放过的意思。所以呢，你看台积电这一章，台积电这里面你看它特别很多的划线这里面咬住你看。展望2019年，在什么中美贸易大战的这个不透明环境之下，中国、韩国、日本半导体投资都趋于保守，唯独台湾可能成长24%啦。那这是可能是本来有意到大陆投资的业者返台布局所致。好，不管这是他画的重点，画的重点呢，他是要给大家看下面他自己写的字，上面那个是他画的，下面他的字他在讲什么？他说台积电的优势也是要用力才能维持的，然后鸡蛋全在一个篮子是隐忧啦。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话，其实柯文哲在2023年的时候，这也是他讲的话。你有没有比较像
这写出来是要提醒小草过去他所讲过的金句是哪一些，过去他的主张是哪一些，这些都是柯文哲他在2023年他也讲过的话哦。讲说这个鸡蛋不能全部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哦，然后提倡他的等边三角形的理论哦，这些都是他讲的内容哦，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你从他这个几张释放出来给媒体看这个清单的内容，他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嘛，如果这些东西我们分2个部分来看，第一个他做的都这些事情，请问对他法律诉讼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嘛，这跟他法律诉讼一点关系都没有嘛。那第二个，如果对他法律诉讼没有帮助的话，请问他现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除了你用政治上去解读，他在号召他的小草要回来看。这里面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柯文哲知不知道现在民众党支持者原来属于小草那一块在流失的状况？以柯文哲的政治敏感度，我相信他不可能不知道。换言之，他的动作像不像是在召唤小草要回来看柯文哲的内容？而这个如果再搭配说，柯文哲有可能在接下去未来这几个月的时间，他有机会出来的话，那这些动作就有意义了哦。他一方面释放这个他看的书单内容出来让大家看，尤其这几天我记得民众党好像还办了一个活动，布置了一个柯文哲在看的那个书柜，所以呢，他等于透过这个活动告诉小草他在看的内容以及过去他讲的话。在民众党跟柯文哲过去跟小草对话沟通里面，关键字是很有意义的哦。他们过去在讲的低薪啦、高房价啦，柯文哲甚至连李多惠3个字啦，柯文哲连讲李多惠3个字都是有意义的啦。你看，因为你去看哦，林香不高兴，我跟你讲，没，因为柯文哲没有点林香，柯文哲点李多惠，他比较喜欢李多惠。柯文哲说他喜欢的棒球，两位可以不要再讨论啦啦队了吗？为什么会去提到这个？是因为这2天你看关于核三演艺公投的部分，因为等于说这看到一群跟这个柯粉民众党有关的发动在攻击那个反核少女那一位啦，那一位女生啊，攻击她的内容有一段特别提到说她是不要说她以为她长得像李多惠，她特别把李多惠的关键字 Q 进去哦。那你知道有台新闻报道内容根本没有提到她长得像李多惠哦，但她特别把李多惠给放进去哦。所以你除了用说第一，这个小草会看到；第二，这个东西是他们刚关心的关键字之外，你没有更好的解释的理由呢。他们会关心的原因是因为柯文哲亲口讲过，他这个李多惠是他最欣赏的啦啦队选手的时候，那一件事情的新闻是那个烧到整个他们的社群都知道，所以对小草沟通关键字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嘛。所以我快速做2个结论：第一个，柯文哲释放书单出来的行为，像是要对小草沟通的行为。那这个行为如果他后面有机会要出来的话，显然是有关系的。他要提早号召该归队的草要归队。第二个，因为最近这个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发了很多篇的脸书啦，那脸书的内容呢，这个文字的惊不惊悚是另外一件事情哦。但是夫妻2个在这个时间同时用不同的角度再丢出不同的球出来，显然这里面至少我个人主观的判断觉得这个号召小草要归队的这个气氛看起来相对的是浓厚的啦。OK。请尚公跟东豪2位分别帮我解读几个东西。一个是尚公帮我解读一下那个刚才青黄讲的，在积压的过程，这么花功夫，这么认真，看的是两岸的东西，看的是国家大事，看的是包括我们的财经上所有这些，然后要释放讯息出来。你觉得对柯文哲来讲，包括以前大家也看过，以前也有很多人被羁押过啊，所有那些过程，但几乎不是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为什么这样？东豪待会儿来帮我解读这一块。柯文哲律师直接讲，因为最近包括柯文哲情绪上在法庭的情绪，包括陈佩琪女士在法庭的情绪，对于这个诉讼往下走，那东豪长期司法老先杠，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柯文哲律师直接要去申请借户见解，为什么？他加了一句话：要羁押没关系，意思就是我就给你糟蹋来。你要怎么样，我认了。可是前提是你先确认他的身体会 OK。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来，尚公，我觉得一件事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他们这一对夫妻有些事情基本上不是法律的问题，是政治上的问题。其实用政治上去看，其实你说柯文哲就算被羁押过程当中，他对他未来的政治的想象趋近于0吗？不是当然不会啊！你看他读的书就知道。黄珊珊那一个，刚才说秃黄珊珊的那一个，讲的是什么？应该知道主权基金嘛。就吴欣怡那时候一直，甚至于在副总统的政见发表会，他都有说过嘛，以外汇拿来做主权基金的事嘛。所以看得出来，
他对每一件事情，包括你说这些书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答案很简单嘛，从他家来的嘛。因为那时候交保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交保书带回家嘛，谁去他们家里面把这些书拿出来的嘛？对不对？那就党内的嘛，我相信大概也不会有几个人，因为你去找陈佩琪要把这些书拿出来，谁跟陈佩琪好，谁去挑这个书，这都挑出来的嘛。他这个就告诉你有政治意义嘛，就告诉你柯文哲司法迫害，但他在里面仍关心国事，这是什么政治嘛？这就不对。我有很多朋友啊，没有也是陈东豪的朋友，在里面关的时候，大部分有些人在研究什么诉讼啦，那个刑法基本知识，我未来如何面对，对，这正常。我未来如何面对检察官什么什么，很多人是看那个陈东豪的朋友比较多哈，看那个啦，在看这个。我很少看到有被羁押的会去读这些书哦。那基本上你就看到。其实柯文哲还期待出来选总统，他有他的期待出来之后，他还有政治的想象，他还有政治想象。那还有政治想象，去挑书的人，去送书的人，其实某种程度上，基本上他都是还认为柯文哲在政治上他还有未来的路。还有未来的路，总不会像一个女的送去一个那 Playboy 啊什么啊，那个谁被羁押的时候有然后施密德被羁押的时候，有人送进去的是这一类的书嘛？透露你的年纪了真的吗？好，这个以前新闻上都有啦哈就是说一个人就是说我对他的认知是什么，对不对？如果陈东豪一个不幸。我对他的认知是我会记得带他每天都要呼吸的东西去嘛，对不对？因为我认为他政治没有未来嘛，没有想象嘛，我不会送这些东西去嘛，对不对？我会送他嗜好的东西去，这才是一般人正常的状态嘛，你说，不举你，对不对？你就最简单一件事，我进去，你认为陈东豪会送我什么？你说，不举你，对不对？你就最简单一件事，我进去，你认为陈东豪会送我什么？他送的东西跟我送他的东西一样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在政治上面不会有这个嘛，现在东西在里面很难送，对不对？那你说一般要不然就这样吧，要么送你一个小说看看啊，杂志啊，你在里面，我希望你心情好是轻松一点。不会送这么硬的书给你看，轻松一点送李多惠都不错。写真集他有出吗？我不知道他至少你说这些书不够硬吗？对，上刚刚讲是因为为了要让当事人心情能够放松，或者送武侠小说的，我补一句那天的对话，对，他看最多书后现代政治国家体系之研究，是不是对总统还有仰望啊？我不知道了。好，来东豪，所以你看，而且你不得不佩服一件事，柯文哲就算在羁押中，他的新闻，他的所有这些东西，还会引起大家这么大的一些讨论。更不要说他对自己刚才讲说可能未来的一些野望。可是最近的这几个动作，在司法上面，包括他的情绪。他的夫人的情绪，甚或他的律师直接帮他申请健检，然后加的那句话是要羁押没，意思就是没关系，但是前提是你们大家先确认哦，如果万一有个什么状况，你们要负责哦。所以这某种程度，为什么这一系列要做这些动作？柯文哲重新要让自己聚焦成为焦点，但是这个聚焦的焦点，如果是以希望争取交保的话。有罪无罪先不论，如果是要争取交保的话，我觉得是适得其反。因为其实合议庭对柯文哲蛮宽容的。上一次丢砸卷宗啊，水杯，然后水杯破掉，
听说那个水，那个水杯水不是法警准备的，是陈佩琪那边传过去的。是家属那边传过去的，帮他准备的。那这个行为，当然审判长在法庭上，这是他的法庭，他有权决定 O 不 OK， 那就喝水嘛。法警帮你准备的水跟家属准备的水，反正都是水，但是我同不同意，我要不要放松一点？可是上次那个砸卷宗那个事情出去的时候，你让法官很难看。昨天更好玩了，直接教训了法官。夜深，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想想10年后，台湾这个社会会怎么看这个案子？我如果是个审判长，我听到这句话，我在心里作何感想？3个法官，然后陈佩琪就冲上去，他做了什么？那种犯罪嫌疑重大。这个案子不是第一天开庭啊，你要表演出是情绪失控吗？因为审判长第一次接触他是谁，他没有想起来他是谁，所以你如果我如果在争取交保或者争取无罪，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策略。可是反过来讲，有一件事情，有一句话很妙，审判长当庭问了柯文哲一句话，就是意思说你们要交保嘛。你是不是要申请交保？因为他质疑他那个羁押嘛，压那么久嘛。柯文哲讲没有，我没有要交保。我没有要交保。所以柯文哲很清楚，他不在一审这一庭跟你讲交保这件事情，他很清楚。然后他的诉讼策略跟沈庆金2个不能讲有默契啊，那2边都很懂，2个都是在做无罪。都是在做无罪，无罪辩护。好，那柯文哲做这些事情，如果这个事情会惹毛，让审判长有不好印象，那因为很快就要一审宣判了，那他要干嘛？他找他自己的麻烦吗？不是，因为今天你之所以会谈，是因为柯文哲有能量，就柯文哲到现在还是有能量。你才会去谈这件事情。其他的所有的政治人物，当他变成被告被羁押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这样像这个柯文哲这样做。连当初的阿扁偶尔失控，大多数的情况是正常的。阿扁在什么时候失控？在检察官那一段，所以他才有一开始被第一天被羁押的时候就举手那个事情。后面的陈水扁其实是很了，他没有那么多。他没有挑战法官那么多，可是柯文哲完全不一样，最近的全部都在挑战法官。所以也许吧，你可以看到柯文哲会跟黄国昌新闻版面上应该是有的抢的。第一个，第二个，我怀疑柯文哲在判断，我如果不急得出来，谁比较急？因为很多民进党的立委。私底下都在想，可不可以赶快让柯文哲交保？因为柯文哲继续羁押，对民进党他们很不好。大家把账算在民进党这边，那可是谁敢去影响法官？柯文哲急吗？民进党这个情绪，民进党最近的人情绪很多，包括1万块，包括柯文哲的事情，那个情绪在他们党团里面，其实很多人都彼此在。互相感染。那他们在立法院的民众党团会完全不知道吗？没有感觉吗？所以我觉得柯文哲所做的这些动作，陈佩琪也许是情绪失控，但柯文哲从头到尾不是。柯文哲现在他是在做政治，他是在做政治。那对于他的官司。有罪或无罪，我真的很怀疑他到底当事人有没有很在乎。如果当事人很在乎的话，没有那么多东西，甚至有一部分是他的性格。像他里面他刚才讲那本书，有一本书是我一个朋友写的，以前在《金周刊》的同事，就是金片岛的那个。他还要人去找作者来聊一聊。林宏文啊，你知道柯文哲的思考模式跟我们不大一样。
可是我不晓得算不算理工男的思考模式哈。他对于他的官司到底怎么看，一定跟他的律师，我只能讲说，应该跟他的律师团想法不一样。跟我们正常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他的能量没有散。那就问理工男了。创夏，你能够揣摩得出来那个心思跟想法吗？而且好，如果大家都讲说这是未来蓝白合的变数，但是当蓝白合已经变一股大洪流往下冲的时候，就算柯文哲交保出来，他能够抗得了这？因为有人是说他交保出来，万一国民党的党主席假设是郝龙斌啦或什么，因为当初大家在台之光上面啊，很多一些的案子，大家都曾经对干过，大家还可以这么样合作的水乳交融吗？可是如果那个大洪流一路往下，柯文哲自己一个人又能够挡，而且他显然对于赖清德对民进党，他心里大概那个怨怼更大吧。其实理工男或包含那个医学的这种科学的专业里面，我们常常在讨论的事情叫做不会去追求 maxima solution，我们只会追求 optima solution。最大的利益、最大的解答，那个往往在现实中没有办法，有很多的boundary condition、initial condition会有很多限制。所以最后我们会选一个所有的情况里面。包含结果是什么？我都预判之后做一个最佳化选择。所以柯文哲在做什么？就是最佳化选择。政治能量不是政治能量，就是我先摊出来嘛。第一个不管要不要放出来，放出来里面那个是掌握在二审法官的。如果一审啊，一审之后二审接押，要不要接押？一审也可以放，一审也可以放啊，不是一定要到二审。如果起诉判决出来嘛，但是以他现在来讲。如果罪行够重，接押的几率是有的，对不对？那这个他没办法控制，他不能处理。然后第二个呢，他的无罪的论定或什么的那个什么判决书出来，大家一定会讲一堆。但是小草怎么去信？那怎么样让小草发现说我是受到政治迫害？所以他现在是一个政治上完全的操作。这个东西他要去赌，但是只要小草有人信，他就有本。那如果小草不信，他就垮。然后第二个是，现在黄国昌已经在整个台湾里面，我昨天不是讲说，现在国际媒体搞不好会以为黄国昌才是在野党领袖嘛？那这个时候反绿反赖的人，那我呢就只能坐在一个困在囚笼里面，我的身体被拘束，我的抗争精神还在，所以这个东西是他的一个optima solution，因为他现在只有这状况，因为一切如果对我们理工来讲。你完全不能控制的，你无法超过的，那就算了。但是我们会算，如果有最佳化，就像医生也一样啊，该切就切。这个部分，可是去惹法官还是蛮特别。不是那个是你们是从他，如果他先认为说我是在坐牢，我是在司法上找到一个，他脑袋里面没有司法嘛，他的脑袋里面是我出来之后我在政治上嘛，因为这个叫阿提巴。我只要能够，我如果最后你们不能关我关不下去了。不管是任何政治理由，任何理由，把我放出来。对，放出来之后，我有什么最好的政治上的库存？他现在累积他的库存啊，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你问我理工男，就是这样一个思维。就是说我现在算吧，最后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讲说结局已定。结局之下，我们怎么样找到最好的结果？那方民进党有很多，包括民进党的公职或政治人物，对于柯文哲如果再继续积压。也会出现，就刚东豪讲，你们反而会觉得还压吗？再压下去，他们觉得放出来是，他们觉得放出来是阿基玛在讨论这样吗？而且你看得出来了，白银或是好，不管你知道柯文哲、黄国昌，其实还有像譬如说馆长，因为馆长最近大概跑中国大陆，然后在讲的一些的话，可是我不知道他讲那些话对于蓝绿白之间大家的接受度到底多少。譬如讲什么吃个当归，然后就讲那个什么台湾当归，对这些词到底对于。不要说绿营的支持者了，应该讲到对于蓝白，小平等下对这句话也可以回应一下。对于蓝白的支持者，你觉得这句话会买单吗？我觉得先讲一下，我们民进党自己有没有内部私下自己讨论啊？我自己是没听到，但是只是我自己在看，我会觉得说，如果这真的已经告一个段落，那如果有判决就赶快判，要不然其实你一直看到就是。柯文哲或者是陈佩琪陈医师，亦或是民众党，一直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刷政治迫害、司法迫害。那但是在政治上面，你还在司法上面，当你的起诉书或到判决，那整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只能用，譬如说这个民众党就好像这是科幻小说，然后就大家都开始用猜的、用凑的，或者是看各式各样的资料，把它全部都在一起嘛。
那我们只是觉得说，司法就讲求证据。那现在如果已经排成已经可以去处理审判、要判决了或者什么的，我觉得那就尽快，要不然大家其实都是互相猜，他们就一直在刷声量，然后一直在讲司法迫害。我觉得这对司法来讲也不是一个好事情啊。OK，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至于这个黄国昌的好朋友、好兄弟哦，现在大家网络上大家就喜欢讲说 ，bro 是什么？因为馆长收到了斗内，因为当他讲了一个台湾当归，然后就有小粉红就直接在下面开始刷台湾当归，刷1+1+1，然后就刷了一个大概台币1900，快2000吧，就500块澳币啦，500块人民币，就1900、2000啦。然后这个馆长就跟他讲说，哦，这个 bro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然后所以网络上现在都会讲说 bro 怎么样？那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一张？因为馆长从上次去上海，然后又澳门去看什么谈生意或干嘛，然后现在又去深圳的时候，大家看到的馆长就是你真的是舔到极致，舔共舔到极致。大家看到的馆长就是你真的是舔到极致，舔共舔到极致。那这个画面是什么？这个画面呢，他是去这个比亚迪，然后结果他在比亚迪讲了支付宝的好，说大赞他的掌纹支付这部分啊。那当然因为比亚迪跟支付宝这个是死对头，就人家提醒他之后，他马上，我真的是脚差点软了，差点跪下去，然后就直接鞠躬道歉。那你知道，在这一个画面出来之后，其实这一个在台湾，那台湾的不管是蓝绿到底能不能接受，其实我去看了一下网络，包含说有台的偏蓝的有台的这个新闻出来，下面包含你看到它上面有写头号粉丝，就表示他一直都在追踪的哦。他们就直接在下面留言说这到底在干嘛？有必要这样吗？那只是就说错话道歉，你有到要讲说我差点都跪下了或者什么，用这样子的言论，那亦或是说他的一些你就踩在台湾的这个肩上，你踩在台湾的土地上，然后你一直去夸奖中国多好，我觉得你夸奖可以，但是要回过头来就是。那他这么多一些包含说之前讲了台湾人的性命是14亿万人14亿人口决定啊，然后你我都是中国人啊，或者是国家认同啊，或现在一直在讲台湾当归，台湾人回家喽，用这样的方式。那黄国昌，因为大家现在就把他跟黄国昌连在一起嘛，那黄国昌对于台湾主流民意是没有办法接受。馆长在这边讲这样子的内容的时候，那黄国昌有没有讲任何的？他讲14亿人口决定台湾人的性命的时候，黄国昌讲的是说这是断章取义。然后他讲你我都是中国人的时候，这个黄国昌讲什么？他只是商人。那在讲说这个台湾认同，就是馆长跟黄国昌已经在吵起来这个台湾认同的时候，黄国昌讲的是什么？他说都是成熟的公民，他并没有任何一句的谴责这一句话。那我觉得这对于很多的中间选民来讲，因为你不要讲馆粉，因为馆粉很多买单，但是中间选民或者是在深蓝的也没办法接受馆长这样子的行为跟言论的时候，我觉得这对于这个黄国昌来讲，你不谴责或什么，你是默认吗？你是认同吗？可是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啊。可是刚才讲这一段，小平，我的看法这样，蓝营呢？蓝营的支持者对于这些，蓝营支持也不以为然呐。我建议啦，我跟馆长不认识，可是我至少他是公众人物哈。他这一次北风北一定要连湖了，这一次真的资源要拿干净啊，就是可以到养老了，因为共产党也很坏，你这批不流行你就没有了，你就无以为继，这是第一句话，我这个人还是善良的哈。第二个呢，川普现在是比贺锦红还毒，比习近平还毒。馆长讲过说，他要把96%的这个台湾人变成中国人，有没有？这句话以前选任何选举是他的说法是96%都是中国人，都中国人，好。726以后要把全部变成中国人，对，就变96%中国人，对，不，还有4%要努力。所以这种话，在任何不管抗中保台，任何这个文攻武吓、朱镕基历练，这20年下来选总统，这是很可怕的事。可是怎样？因为这一次国民党危机感多重，川普有多毒竟然毫发无伤对于726的投票，你知道吗？就大家认为说你要把我端掉，
你要把我整个这战略之错误，简直哪个猪头想的？就国民党快灭了啦！我管你馆长讲什么啦，等等。当然国民党跟民进党比，当然国民党的群众比较喜欢馆长，这个谁都知道嘛。然后红成那样也没差，所以我认为接下来馆长会对台湾影响力变小，因为实在讲的太多了。第二会被黄国昌切割，这两个会迅速的会分手。然后呢，这个整个台湾的形势民进党也精彩了。王世坚也对这个吕秀莲也对赖清德出草了。他意思就逼你怎么样，党权给我交出来，你就继续弄你的行政权哦。就是他们认为说鹰派也出手了。从弄郑文灿到一系列一边一国，所有的726大败，我认为是半跛脚状态。而且赖清德的可怕是，他对于独派这种言论，那是他的信仰，他甚至这种信仰的快乐，我要宣读，我忍了几十年，我终于可以讲了，当了总统可以讲这个话，比我不当总统还重要。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包括补发预案这件事情，当补发预案这件事情，然后行政院也讲说，好，那大家要发现。民进党现在算不算某种程度在做清理战场？就是过程当中，从726，那大家都觉得哪一些会造成什么的因素，他们在做清理战，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蓝白合对未来，不管在2026、2028，对他们在所有的选战上面会面临到的问题。你觉得他们现在在清战场了吗？是那个中年晃说他不该发这1万，对不对？好，那1万想不想发？不想发，发的也慢了，都被跟着蓝白剧本走嘛。但不发会怎样？是清理战场，现在做败战处理，败而不愧。我认为现在做是败而不愧。我觉得赖清德做这个事情，就我跟你讲，时事变化也快了。我跟你讲他们想的是这个先发嘛，那我们丢出个几千亿美金投资，也搞到15%嘛，就不是叠加，就15跟韩国平起平坐。那喘一口气。在徐图2026、2028，我认为他们的逻辑是这样。赵夏看得出来清战场，然后这个清战场算成功吗？这个很失败。因为现在这个你有很多事情要当机立断。你拖这么久之后现在拿到的不会感谢行政院，没拿到的一定会怨恨。因为这个东西拖太久了，你牵钱的已经太多了，反复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只会觉得行政院是不得不。所以呢，1万块你没发下去。当然发下去之后，民进党很多人就是因为钱的反复嘛。那我前面帮你护卫的是什么？可这里面就是关键，对，就是行政院这一次出来之后很麻烦，人家会看的是拖拖拉拉。你连这样一件事情，尤其这不是第一次，从消费券、从3倍券、从5倍券，你做这个决策做这么久。中间的反复，所以其实行政院到今天为止，反正老百姓已经不会任何攻击放在卓荣泰的或者赖清德的脸上，而是如果没拿到，一定怨恨；如果还拖下去，一定怨恨。但是拿到之后，顶多就是拿到了，也不会说哎呀谢谢行政院。这个创大哥，我可以帮你补充一句话啦，就是对于本来想要但是一直没有拿到那些人来讲有一句话刚好我最近听到的流行语还蛮适用的啦，叫做迟来的深情比草贱呐。你讲的真直接。我看了好几个戏剧刚好最近都有出现这一句话，叫迟来的深情比草贱的。所以对于想要拿的这一群来讲你现在这个时间点你晚发这些人。这个拿到了就这样而已啦，他也不会特别领情啦。但是呢，另外一群人本来在网络上面在大力的帮这个对于普发1万块钱这件事大力辩护的，认为不该发的这些人来讲，他之前很努力的不管站在这个违宪的角度，站在国家财政的角度，都帮你讲完了最后你也是发了所以你等于是狠狠打脸这些人所以等于说这个对这个行为来讲呢，这一群人这个拿到了不会感谢你，但是对另外一群人来讲被你打脸完了怎么会开心？可是他不能不发，如果现在看起来那不发又会怎么样？不发的话会更惨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发的话，民进党的支持者票会基本盘会回归。不是，其实这里面的基本问题不是这个，而是行政院这个内阁失去了威信，失去了威信才是未来要执政。行政院内阁修正一下，是谁犹犹豫豫的？对1万块的事，比行政院院长还大的人在犹豫。法律上没办法处理他嘛，只好去处理行政院嘛。这件事情至少我们在看它2个层次啦，就是第一个是发这件事情要发跟不发跟怎么发没有讲清楚，因为这是论述要讲清楚的嘛，就是你要发跟不要发还要怎么发。我说实话这2群人
这个很想要拿到的这一群人当然是在的，这我们在5个节目之前有讲过，这一群人是本来就存在的，但这群人他本来就对你不满意，但是你不发给他，你不发给他，他就是本来也是属于很不满意的那一群，然后所以他本来也不是要支持你的那一群人，但是现在问题是在于说，有一群支持了你民进党，认同了你本来阐述的这个政策论述，认为说这个时间发，不管是违宪也好啦，或是这个财政纪律也好，这个时间发是有问题的，或至少怎么发，要不要排付去发。这些东西你都没有回答到，但是就一刀切，现在就是发了，所以等于说对这些人来讲，他会有被打脸的感觉嘛？那他可能说啊，在这一次大罢免过程里面，他是站在支持你的那一方，但他下一次啊，他即便没有反对你，他有可能就变成他不出来投票那一边了。所以这在政治上都是有后坐力的啦。所以等于说好，那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哦，就是说这件事情对行政院来讲，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失分的战场，失分的战场，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一个停损啊。那停损，所以政策上停损这件事情呢，是要做的是这第一件事情。但第二件事情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他跟就是说这个本来很期望发钱，这是一群人哦。我们现在讲的本来跟着你的政策论述的这一群人，现在陷入了失望跟焦虑的情绪当中的这群人，是你要去抓回这一群人的连结啦，是你要去找回这些人对你的信心啦。所以反而要补的是这一块啦。所以现在看起来对行政院来讲，止损完之后，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啦。若芳，对你们来讲，这个对发与不发间真的切身千万难。但是到最后决定了以后，还会要面临到刚刚讲，包括当初的支持者，然后是不是还要让他们去解释所有这些？在地方上，其实我们听到，包含我们自己的支持者两派，一派当然就是说，就是坚持到底，为什么要发？但还有一派就是说啊，既然726的结论就已经这样子了，啊，赶快发一发，赶快发一发。有一派也是这样子。我说民进党的支持者其实都有。那只是现在你说，我们就依照立法院也通过了，那你说后面要就是合宪，然后合法，我觉得在整个民主国家中，那只要合宪合法，那你通过我们就去处理这件事情。那只是我们会觉得那就尽量，因为尽量快。因为当然你说这一次跟国民党是讲说啊，跟上一次的普发6000啊，怎么速度这么慢，不一样，怎么样都一样，明明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慢？但是因为它一个是行政院自己提出，然后这一次是立法院提出，就做一修正。那我们拜托修正，那也快一点，修正也快一点。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修正完快一点丢出来到立法院的时候，请立法院也赶紧来做一个通过。那只是他们现在吵的地方就是说，那你里面还多了，因为它是整个，它不是只有2350亿的普发现金而已，它是整个所有包含说因应关税啦，还有国土安全韧性啦，这些等等，总共是5900亿。那现在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民众党就说我们一定会细细审查，我觉得细细审查没有问题。那但是是不是如你们所讲要速度快？那你要怎么审嘛？因为现在他们炒的就是一个200亿的这个强化电力系统。我就觉得强化电力系统，这是针对各个县市的工业区，包含我们北市科，所以请国民党大家一起来支持一下，就是既然要发，我们一并把这所有的普发现金、国土安全韧性条例、关税、社会支持这些，大家送出来之后，赶快，那行政院也拜托，既然要发了，那把这些修正赶快把它处理好。OK。普发现金、国土安全韧性条例、关税、社会支持这些，大家送出来之后，赶快，那行政院也拜托，既然要发了，那把这些修正赶快把它处理好。OK， 东豪，请问一下，郭志辉是不是最近引起的讨论太多了一点？没有，我直接讲哈，郭志辉应该知道自己待不下去了。所以郭志辉现在是放飞了。你的解读那是放飞？我那么讲，因为他为了那个周春米那个台电的那个敦亲睦邻，他讲那个对，你记得你知道他是经济部部长对不对？然后他讲说，这个周春米县长不知道他是在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就经济部部长在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然后在讲台电经济部管嘛，敦亲睦邻的事情。那个有一个基本 sense 的人，大概都不会这样的回答了。就他知道他自己也告一个段落了。心里有准备了嘛？就是讲白的，大家都在等823嘛。因为不管怎么样，823才能告一个段落嘛。对国民党也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嘛，9月5号嘛。对于赖清德来讲，他的内阁823之后，
该怎么重组就重组了嘛，大家都在等啊。现在这个时间大家都在等嘛。那内阁里面现在只是不确定到底有几个郭志辉嘛。幅度有多大？因为这是 ABC，726赖清德就是败了嘛。那败的时候，你一定要清理战场嘛。那1万块也是清理战场，没得选嘛。政治现实。那赖清德更麻烦的是风灾。他的本命区是重创的嘛，这些全部都叫做叠加。叠加这2个字很好用。好，那你再看郭志辉，就是他一直也是，就说企业家从政哈，你大概这是看到一个比较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因为他在跟很多产业界，这个座谈会的时候，都有一些很用招金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然后呢，这个总统府也好，行政院也好，不知道郭志辉的状况都知道啊。不是最近啊，几个也不知道有没有半年了。每一次郭志辉发言都要提醒完了没有用怎么办？他们去擦屁股。要帮他善后嘛。然后像关税的事情，听说了，府院已经是跳过郭志辉，直接找次长。不是次长，主管署，有一些是比如说，现在是改叫国贸署，对不对？国贸署啊，然后像传产的，有些是工业，现在还是告工业产发署啊，就直接跳过了。我跟你讲更具体的，已经跳过去了。核三辩论吗？那时候名单出来的时候，发个新闻稿。经济部不派人，对，因为今天说我没有立场，我没有立场，我没有决定的，经济部不能派人。就说你从这所有过程中，郭志辉只是你看到的一个。那郭志辉在现在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掩护其他的阁员。因为有了郭志辉，你不会讨论其他的阁员，他就是草船借箭的讨论。好，我们之前有讨论，对，可是郭志辉又出来救了邱泰源嘛，邱泰源你谈不了2天嘛。可是好，那来上通最后1分钟可以请问一下，如果要清战场，你会觉得以赖政府来讲的话，要怎么样去清战场？因为你不可能一直陷在原来那里头嘛。啊，当然第一个内阁全面改组了，那就你要给大家看到一个新的内阁，而且是有目标的内阁。就是说你这个内阁要做什么？你的财经在3长里面占多少？然后你未来是不是有跟立法院蓝白绿足以沟通的角色在里面？因为立法院结构不变了嘛。对啊。那你就要去思考你这个内阁的问题，还有你思考过程当中还要把人摆在跟立法院对等、能沟通、能协调的那个角色是什么嘛？第二个，是不是要叫立法院在很多事情不是全然采取对抗？你看那个丹尼斯特别条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嘛。好，大家可以从560到600亿，然后从我们是不是怎么忘了台东把这个地区拿掉，不要民标县市等等等等。虽然里面还有一点火花，但是它至少开启了一个大家可以对话，至少我们可以对话的，而且速度算快啊。那你说那一天有没有行政院代表？有啊，主计处跟工程会都到了。对啊，都到了。OK， 就你创造了一个工程会在里面可以表达意见，也被接受了。就有些案子我招标要考虑时间性，也被接受了嘛。主计的说法也被接受了嘛。那大家讨论从560亿拉到600亿的时候，是不是增加支出 ？OK， 行政院在场也表示，如果行政院做完决定的话，我们一律遵从等等的问题。你注意看，它形成了一个这2月1号以来好像没看过的场面。的说法也被接受了嘛？那大家讨论从560亿拉到600亿的时候，是不是增加支出 ？OK， 行政院在场也表示，如果行政院做完决定的话，我们一律遵从等等的问题。你注意看，它形成了一个这
2月1号以来好像没看过的场面好像没有看过的一个韩院长主持的一个朝野和谐的这样场面吧。那而且快速达成决议，你看今天立刻3读，立刻3读，所以我就觉得你就是先从院里面前面改组，你的内容里面是什么，还有你立法院采取策略，是不是立法院的党团也进行一个策略性的改组 ？OK， 然后你赖总统是不是要考虑跟在野党要见面？就上院跟立法院，还有立法院本身的那一条边的改变了。OK， 来中航。可不可以1分钟告诉大家，因为台积电这件事情呢，过程当中到底我们未来美国因为它的不管美国关税啦，所以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是台积电嘛，大家还关心有一个是 Intel， 那时候一直在讨论说，那美国会不会要逼着我们要入股 Intel 或者什么很多这一类的说法。好，但是不管这个后续再看，可是。川普今天有一个媒体有一个新闻说，美国政府会不会要入股 Intel？ 结果 Intel 股价大涨，对，真的还是假的啊？对，因为这件消息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之前一直传出来说有一个声音一直说要台积电去入股 Intel 对啊。那说实话台积电去入股 Intel， 大家担心2件事情嘛，要么你技术可能流失嘛，要么入股它又没有效益，造成台积电的 EPS 出现这个没有那么好的表现。对，那等于股投资人吃亏嘛。那所以呢，大家那个新闻呢，让很多小股民这个一整个听了觉得非常的头痛。但是呢，今天传出来最新的是，这个川普政府是主动要求要入股这个 Intel 的部分。那这件事情现在市场讲得很具体因为川普跟这个 Intel 的执行长 CEO 陈立武2个人是有见面的对，见面谈的时候，现在外界而且是美国媒体传出来的消息说，是因为 Intel 要扩厂，因为 Intel 这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 Intel 在俄亥俄州要扩厂，要扩厂需要钱但钱不够呢。之前的拜登政府是用晶片法案拨款给他嘛？那川普一直觉得说你这是赔钱的方式所以现在传出来说，那你现在会不会像之前拜登时代直接拨款给他的这些钱呢，直接变成入股的方式，我等于买你的股权就等于换股权的方式，我补助你钱，但是你要换成股权给我，然后所以我把这钱给你，这是一种。那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更重要的消息啦，这个消息为什么重要？说川普他为什么说由美国政府来入股 Intel， 是因为。这个 Intel 这个新的执行长陈立武之前告诉外界说，在1.4奈米制程的14A 制程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大客户，我们就要终止研发不干了。意思就是呢，如果他们做不下去的话，那这个部分呢，以后1.4奈米更先进的制程就由台积电他们来做，就不是我们 Intel 要做了。那这件事情对川普来讲，当然知识体大嘛，等于在美国最先进的，就除了台积电之外，还有一家 Intel 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抗衡的，那可能连这一家都没有了。所以呢，川普在这个时候呢，丢出这个消息说，由美国政府来入股 Intel， 很显然的。他大概也不想让 Intel 在先进制程的研发完全都拱手给台积电所以这看起来2个方面的解读都才是这个新闻出来的意思了。OK， 在未来这件事情往下一路延烧，一定会引起不管是我们国内或国际之间大家一些的关注。但是对国人来讲的话，接下来这个礼拜再往下走到823以后，不管是核三研议公投或那几级罢免，未来出来的结果，对国内整个未来政治走向会有什么一些影响？但是对整个国内政治的生态，朝野之间未来会不会出现相关一些对话，值得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学妹子们，我们下周见，拜拜。